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發。我在做 AI 影片的時候，其實遇到過一個很大的問題。AI 可以生成畫面，但是很難真的做出一個有故事的影片。很多工具呢，現在都只能做到兩件事：生成一張圖，然後幫你生成一段短影片。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做一個完整的內容，比如說想要角色在不同的場景裡面，它的半身、全身、服裝、配件全部都要一致，還有多個角色之間要有故事分鏡，不同的分鏡安排還要有角色的對話，甚至呢鏡頭還要像是真實拍攝一樣，有推進、環繞、跟拍這種鏡頭運動等等。只有把這些東西全部組合到一起呢，才算是一個完整的故事影片。所以我最近呢就測到了一個工具 DZIM AI， 它比較特別的是整個流程從角色設計圖、故事分鏡到影片生成、鏡頭運動，甚至是純行同步，都可以在同一個地方上完成。所以今天這支影片我就帶大家實際的跑一遍這整個流程，看看能不能真的用 AI 做出一支完整的故事影片。左邊點一下這個圖示，就可以打開 AI 工具，然後呢在這裡有個文本生圖片，像是我們可以在這裡呢生成我們的角色或者場景圖，它還可以進行一個圖片轉圖片的圖片編輯功能，還有生成一些角色。點開最上面呢，就是可以切換你想要使用的哪種模型，像是比較熱門的 GPT Image 1.5、C-Dream 4.5、Plus2 Pro， 還有 Nano Banana Pro， 還有 Midjourney 和 Ideogram 這幾個模型呢，我們都可以試試看。我想要看看它生成的人物角色的細節可以做到什麼樣的程度。比如說我這裡呢要求畫面幾乎呢要被這個角色的臉填滿，他的眼睛、鼻子呢還有嘴巴佔據了畫面的中心。我的人物細節呢會描述得非常具體，下巴帶着淡淡的胡茬，表情呢是專注還有興奮的，像是準備要對着觀眾說話。然後呢眼睛裡面要反射出溫暖的日出光線等等，還有皮膚的細節、眼角的細紋，還有他登山的時候留下的一點點汗水，這些細節呢，我想看這些模型生成出來的效果有沒有體現到圖像上面。底下呢相當於是提示詞，它會幫你去完善，如果打開的話呢就不会按照你原本的提示詞來了，所以我把它關掉。然后图像的質量，這個模型 C-Dream 4.5 的話，它就支援最高是 4K 的圖像輸出，還有圖像的尺寸呢，它支援的也比較多，像是 YouTube 的16:9、TikTok 9:16、S 上的4:3，還有像是 Movie 電影的21:9。那我想要生成16:9的，然後點生成圖片。同時呢，我想換另一個圖像模型生成同樣的提示詞的圖像來看看，像我就選 Midjourney， 尺寸呢是一樣，然後點生成。像刚刚那張圖呢已經生成好了，光影的效果非常好，兩邊的臉部的光影效果是不一樣的，還有頭髮它有一種濕濕的感覺，側臉上呢還留下了一條汗水，還有身上的灰塵都非常符合這個場景。點擊把圖片下載下來，下載的時候呢，同時可以提高畫質，因為剛剛呢我的畫質已經是生成的 4K 圖像了，所以就只能提到 1.5 倍。再來看看 Midjourney 生成的，哇 Midjourney 這個模型真的是生成的東西很朴實，很真實，就像是前面的模型它生成的效果是比較好看的一張人臉，但是呢 Midjourney 它是會真的根据你的提示詞，你是在爬山，然後你的背景是怎麼樣的，然後去生成一個可能經歷了比較長時間登山旅程的一個人。那有了角色還需要一些場景嘛，那我就再生成一些场景圖，像是超寫實的電影級的日出風景，層層山脈之間被壯觀的雲海覆蓋，還有金色日出光線從雲層裡面穿出，照亮整個山脊。前景是怎樣的我也描寫出來了，然後這個畫面裡面呢，我不需要有任何的人物角色，也不要有建築，然後是一個純的自然風景。同樣呢，給大家換一個模型測試看看，像是 Image 1.5 的，
輸出的圖片質量我要是高清的，它支援的圖像尺寸呢就只有3:2、1:1還有2:3的。再来一个室内的场景，超写實的 YouTube 訪談客廳場景，有2個座位呢是彼此面向的，中間會有一個小桌子，有沙發、抱枕、落地燈，還有植物和畫架。窗外呢還有自然光照進來。模型呢我就換成 Nano Banana Pro， 生成一個 2K 的16:9的場景圖。這幾個模型生圖效果都很不錯，我想讓我的角色在這些場景裡面，比如說做一個登山的完整故事，那我就用這個角色來當我的故事主角。另外呢，我想要再加一位女性的角色，那就先點開圖片下面的圖片編輯。像是給你的圖片某個地方編輯一下顏色呀，或者去掉某個物品呀，或者給它戴上帽子，戴上太陽眼鏡。還有這個就是當這個地方呢生成出錯了，你可以只選中這個位置來重新生成。擴圖呢也是最重要的，像是我這個呢，我等一下就會給它擴一下圖，讓它的髮型固定了。在最下面呢，你可以通過描述一下你要怎麼去修改這張圖。點開最下面，你可以描述你想要生成的內容。那其實這種對話式的編輯圖片呢，其實也不需要用到左邊這一塊了，因為你可以通過文本把你要改的地方描述出來。像是我首先呢就要清理一下他臉上還有外套上面的沙塵和泥土。因為當我在不同的場景裡面都用這個人臉來做我的角色的時候呢，如果它有這些塵土的話， AI 之後呢會在每個生圖的場景裡面都把這個塵土給生成上去，所以呢我就要先去清理掉它。但是呢我又要它保留自然皮膚紋理還有毛孔，我還給它提亮了臉部，但是呢又讓它保持電影級的日出光線，因為呢我是想要補一點正面的補光，因為現在的光線呢是側光比較漂亮，但是陰影呢我覺得稍微有點重了。如果用它來做不同圖片的同一個角色的時候，最好呢就是臉部的細節會更清晰一點，光線會更加平均一些。因為我後期呢還要做這個角色的唇形同步，所以呢我要讓它的嘴型調整到是自然說話的表情。還有呢，我讓它增加了背景的虛化，並且呢稍微擴展我的畫面，讓肩膀還有上半身呢更多的出現在畫面裡。同樣的，模型可以自由的選擇，還可以去變更這個圖像的風格，像是我也可以把這個人做成像這種 3D 角色的。我們先生成，後面呢再試試看。尺寸是16:9 2K， 點生成，開始編輯我的圖像。OK， 角色身上的一個灰塵和泥土呢，全部都消失了，而且臉部的光線更加柔和。整張圖片呢，幫我有做到了擴展，他的頭髮呢，髮型也比較明顯了，臉部上的這個汗水呢，也沒那麼突出了，就比較適合用來做角色的參考圖，來生成他在不同場景的圖片了。像是如果有什麼角色的特徵，比如說你想給他戴上一個眼鏡，你都可以點這裡添加圖片上去，只要你在提示詞上描寫清楚就行了。像是這些圖像編輯的模型，一般呢都會支援你上傳很多張的細節的圖，去修正你這張圖片的，不管是加上眼睛，還是加上一頂帽子，或者呢是加上一個指定的包包，這些都完全沒有問題。OK， 那我的角色已經戴上了眼鏡。後面呢，我就要開始做一些分鏡圖了。做分鏡圖之前呢，要做角色設計圖。什麼叫角色設計呢？就是有它的半身照和全身照，這樣呢，它可以在不同的場景裡面，按照我的這個設定，它才會保持它的穿着呀、配飾啊，完全都一致。那就用這張圖來做角色設計圖。點開圖像，在這裡呢就可以看到我們剛剛編輯的一些圖像了。點選一下，因為我想要做的故事影片呢是有2個主角的，那我把另一個主角呢也添加過來。
角色設定圖的一個提示詞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是這麼去寫的。首先告訴他是2位旅行的 vlogger， 然後畫面呢，我要求分成左右2個區塊。左側的區塊呢，是2位角色的臉部特寫，也就是胸部以上的一個構圖位置。2個人呢是面向鏡頭的，然後我就開始描述男生角色的穿搭，還有女生角色。那右側的區塊呢，我就要是同樣的這2個人的角色的全身站姿，也就是 full body 的一個圖。那因為是全身的 full body 的照片，所以他們的穿着呢，我就要詳細的描述了，包括什麼顏色的褲子，還有什麼樣的鞋，還有他們背上的一個小型的背包。那整個角色設計圖的背景呢，要是簡潔的工作室背景，角色設定圖的版面。左側呢，我讓它標示了 close up， 也就是近身照。右側呢，我讓它標示 full body 全身照。模型這裡呢，我們換一個來試試看，像是 Nano Banana 2就是比較新的一個模型了。然後我就選16:9 2K 的圖像。他給我生出的角色設計圖，我可以打滿分，細節很到位，2個角色的還原度非常高。細節上呢，像是男生書包的帶子是綁好的，女生的帶子呢自然垂下，带子的形狀呢是完全符合邏輯正確的。點一下下載保存圖片，然後點一下這裡的 Place on Canvas， 就可以把這張圖呢放到我的畫布上。那我就會用這個角色的設計圖來開始做我的故事分鏡，講一個登山旅途的小故事影片。提示詞呢，就把我想要生成的所有分鏡圖像呢都描寫出來。第一個分鏡圖呢，就是2位女性 vlogger 背着背包沿着登山的步道前進。第二個就是他們來到了觀景台的前方，看着遠方的日出還有雲海。第三個分鏡場景呢，就是他們開始聊天了。最後一個場景呢，就是女生站在畫面的前方，也就是面向鏡頭了。那男生呢，站在他的後側方，就像是在跟觀眾口型同步的分享這趟登山旅程。像是之前我也有生成的一個日出的場景，那我就可以把這個場景拉到這裡，讓 AI 去參考。OK， 點生成。其實這是一整張圖來的，為什麼我先生成4個場景都在一張圖裡面呢？我是想要更清楚的看看整個故事的布局合不合理。那我就會覺得第一張圖呢，可能要調整一下。我想要讓人物的鏡頭呢拉近一些，讓2個人在登山的時候上半身能夠更加清楚。現在的這個鏡頭呢就太遠了，臉部都看不見。所以呢，如果按現在這個鏡頭來做影片的話，可能人臉呢就會亂跑了。那第2張圖呢，我想要一個女生的側臉的近景鏡頭，男生呢我想要更加虛化一點。第3張圖，我的想法是鏡頭可以從女生的背面拍攝，看不到女生的臉部，鏡頭呢重點呢是換到了男生那裡。最後這個分鏡我就不調整了，沒有問題。那要給這3張圖片調整也是非常方便的。剛剛我已經點擊了一下了，然後它就去到這裡，然後呢，我再點開給我圖1的第1張圖，也就是這張的全畫面，也就是我這次呢就一張一張的生成了，然後再讓它使用圖2，也就是這個位置。這個位置放什麼呢？就是要放我的角色設計圖，也就是用它來作為角色的參考。點開，然後選中我的角色設計圖，點確認。那我的要求就是把人物鏡頭拉近一些，讓2個人呢在步道上上半身更清楚，然後圖像的尺寸還有图像的品質我改為 2K。那做出來的效果呢就是這樣的，跟這裡是不是很相似的一個場景？但是人物拉近了，而且人臉呢也保持了我這個人物角色圖是一樣的。OK， 再來就是改圖2的，給我圖1裡面的第2張圖的全畫面，使用圖2作為角色參考，鏡頭要改為是女生的側面近景，女生的臉部呢要清楚的對焦，男生呢站在後方，並且呢背景是要稍微虛化的。
其實呢，也是要看你後期想要做的影片效果了。像我生成的這張圖的近景圖的話，就比較明顯。我後面做全形同步啊，都非常方便。像這個圖的話呢，就比較遠景嘛，而且後面的男生呢，已經被我虛化掉了。那我後期做影片的時候呢，我可以這個鏡頭就是專注講女生的。再來呢，就調整一下這張圖。給我圖一的第3張的全畫面，同樣呢，讓它使用一模一樣的作為角色參考圖。我要的鏡頭呢，是從女生的背面拍攝，只能看到女生的背面，還有她的肩膀，看不到她的臉。然後男生呢，站在前方正對面，面向女生，像是在跟她說話。那第4張圖呢，就非常簡單了，直接讓他把第4張的全畫面給我，還是使用圖2作為角色參考，因為我不需要調整畫面內容，所以呢，後面的內容直接刪掉。構圖是一樣的，但是呢，它真的會給到我驚喜，就是你可以多生成1、2次，得到你滿意的圖像。第3個場景呢，也按照我的要求來了，只看到女生的背面鏡頭，去到男生跟他說話。當你做好圖片下載的時候，是可以直接提高畫質的。那我的圖片呢都做好了之後呢，就可以開始做影片了。在左邊 AI Video 這裡點開，就會來到這個頁面。首先呢就是模型了，整個平台呢支援非常多影片模型，而且呢它寫的非常清楚的就是生成幾秒的影片，用這個模型需要積分是多少。像是低景自帶的 Video V2 就非常的划算，而且呢它還是一個未經審查的，5秒的影片呢只需要20積分。像是一些比較新的模型，像 Kling Video O1，我後面呢也生成試試看，它支援呢 1080P 的畫質，還有這個比較熱門的Minimax 的海螺 2.3， 那我們先試一下海螺的這個模型。那我就從第一個分鏡圖片開始，2個人開始登山。這裡的提示詞它也寫清楚了，它是支援20種語言的，所以是中文是完全沒有問題，大家不用擔心。點開選擇一下畫質，還有生成影片的時長。每個模型它支持的畫質還有影片的時長都會有不同。左邊這裡有一個背景音效的設定，點開之後呢，你可以用提示詞來要求 AI 生成什麼樣的背景音效。這一點呢，就可以很好的把控，不像是有些模型它會自己幫你生成一些音效，但可能並不是你想要的。那我就讓它生成一個森林的環境音，還有遠處的鳥鳴、微風的聲音、樹林的聲音，音量呢不要太高的，要柔和的。那海螺 2.3 這個模型呢，它有一個特點的地方，就是它可以讓你設定一個 camera， 也就是鏡頭移動的方向。像這個呢，就是鏡頭往右邊圍繞着角色來走。這個呢就是拉遠鏡頭，那這個呢就反過來向左邊圍繞着你的物品來走。還有就是這個車的，就是鏡頭跟着往左邊去走，往右邊來走。它的這些鏡頭的設定呢就非常方便，如果你不太會寫提示詞的時候了。像我的話，我在提示詞這裡呢也描寫了鏡頭的變化，像是鏡頭開始從男生的側面位置緩慢的環繞着他移動，從男生的身側呢繞到2個人的後方，最後呢就形成從背後跟拍2個人的視角。那如果像我這樣這麼多的鏡頭移動的話，就不單單只是環繞着某個角色來動的話，你就可以點開旁邊這個欄目了，它也是可以讓你添加最多3種的鏡頭運動。像是我的這個鏡頭描述呢，就是先往左邊環繞着走，然後呢再跟隨着角色來移動，所以我就點一下添加這個，然後再加上這個，那這樣呢我就添加了2個鏡頭移動了。在 camera 這裡底下呢就可以看到我選好的這2個鏡頭運動。 OK， 點生成。再來呢，我想換一個模型來生成第2個場景，那就拿 Kling Video O1 的。你可以看到，當我點開 O1 之後呢，這裡就可以選擇結束幀畫面了。那我就把我剛剛做好的分鏡2和分鏡3分別放到了開始幀的畫面和結束幀的畫面這
這裡，就是鏡頭呢會從女生的側臉，然後轉到男生的正對面，向着女生。然後呢，等一下我還會做一個口型同步，讓他們2個人呢會有一些對話。我的鏡頭描述呢是這樣的：輕微的向右移動，並且慢慢的靠近人物。畫面呢從女生的側面視角逐漸變成從女生的背後拍攝男生的對話鏡頭。然後我還提醒了，最終的畫面裡面呢只能看到女生的背面還有頭髮的輪廓，男生在畫面的前方對她說話。如果你不想要角色在影片裡面說話的話，也可以在提示詞裡面提到角色不要說話，沒有人聲。影片的時長我選最長的10秒。這个影片呢已經生成好了，大家一起看一下。真的是有人在拍 vlog 的感觉，2個人的互動是自然的，鏡頭從側面繞到後方，這個運鏡有做到真實拍的效果。那我還有一張分鏡圖，也就是最後他們合照的場景，我也做一下。因為呢，這個場景我也沒有結束幀的畫面給他，所以其實呢，我是可以換一個更加實惠一點的影片模型的。像是呢，如果你想要有一個自然對話的一個自然的動作的話，那在提示詞這裡呢，你是可以說，哎，誰誰誰怎麼樣的在說話。那可以音效這裡就關掉，關掉音效之後呢，它生成的影片它就不會自動的幫你生成說話的內容了。邊看我的嘴角就上揚了，有點浪漫的氛圍了。3段影片連起來的話，講話、點頭、互動，2個人在講話的時候會有順帶的自然動作。可以想象，如果我做完口型同步後呢，會是一個很完整的故事。再來呢，就是給影片加口型同步了。點開左邊 Lip Sync 口型同步欄目，然後呢，我們可以直接導入一張人臉，也可以把做好的影片呢，有人臉的影片上傳過來。它支持一個畫面最多4個人臉的說話。黃色呢是選中了這張人臉，那點一下呢就把我們的女生也選上了，然後點下一步，開始創建我們的聲音了。這裡呢是男生的，這裡呢是女生的。那我這個影片呢是女生先說話，然後再到男生，沒關係，可以點一下女生這裡。如果你本來已經有音檔了，就直接導入就 OK 了。也可以用 Dizim 自帶的文本生成語音，選好你要的語言，可以試聽不同配音員的聲音，然後呢，你要的文本說話的內容呢，就輸入到這裡。這裡是免費幫我們生成聲音的，最多呢是120個字。我們真的走上來了，哎，也太漂亮了吧！如果不滿意的話呢，可以重新生成，也可以調整語音的速度。OK， 點應用呢，它就會去到我們的時間軸上了。然後呢，我們再生成男生的。生成好聲音之後呢，開始可以拖拉去調整聲音出現的時間，然後呢就可以調整一下輸出的品質，然後直接生成這個口型同步的影片就 OK 了。哇，我們真的走上來了耶！這裡也太美了吧！而且今天運氣超好，剛好遇到日出加雲海。好，那整個流程呢，我們就跑完一遍了。從角色設計圖、故事分鏡到圖聲影片、鏡頭運動，甚至最後多個角色的對話和純行同步。其實可以看到 AI 做影片呢，現在已經慢慢不只是生成一段畫面了，而是開始可以做完整的故事內容、故事流程。如果你是想要做故事影片、AI 短劇、打造角色 IP， 那 Dizim 這種 workflow 呢，其實還蠻值得大家去試試看的。那鏈接呢，我就放到資訊欄裡，也歡迎在留言區分享你的成果。今天這支影片呢就到這邊，我是小發，我們下支影片見，拜拜。哇，我們真的走上來了耶！這裡也太美了吧！而且今天運氣超好，剛好遇到日出加雲海。